风随呀，你说温以宁要是知道我和他的未婚夫在他的公司偷钱，那个病样子，我得气死呀！气死更合我意啊，这样我不用结婚，就能拿到温氏股权了。你真的对他没有一点感觉？就为你那无趣的样子，还有心脏病。要不是他天天巴结我，我都懒得搭理他。这还差不多。阿随，我来给你送午餐来了。他怎么来了？你先等等，快！进来吧。来，你前几天不是说想吃糖醋排骨吗？我今天特意早起给你买了新鲜的排骨，做给你吃的。你尝尝，好吃吗？真好吃。宁宁，你一个千金大小姐，恋爱这几年，我的衣食都是你一手操办，真是辛苦你了。我不辛苦，温氏的业务都是你一个人打理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能为你做这些，我真的很开心。宁宁，你放心，我一定一辈子对你好。你怎么了？啊，有点感动。阿随，等过几天温氏的股份转让给你，我就安安心心的在家为你洗手做羹汤，照顾好你。好，那我就先回去了，排骨一定要趁热吃。差点就露馅了。那就让他发现。别闹了，小柔，再过几天他温一宁就什么都不是了。宁宁，我度过这段时日，你是否真的过得幸福？恭迎金总回国。金总，不愧是您啊！您此次扩展的海外业务，让金氏的市值又上涨了3000亿啊！宁宁这几年过得怎么样？你还是看这个吧。随哥哥，你什么时候和温以宁解除婚约娶我进门？小柔，快了，这几天我一拿到股权转让书，就一脚蹬了那晦气玩意儿。看到你跟他在一起，我就嫉妒。小柔，再委屈你几天，你放心，
我和魏宁待在一个空间，我的心有心，和他在一起，只是为了拿到温氏的缓兵之策。风随这个畜生，我心心念念放在心上的人，竟然被如此对待。既然这样，就别怪我抢回来了。宁宁现在在哪儿？这个时候，温小姐会去公司给风随送午餐。去温氏大楼。这是什么？我和魏宁待在一个空间，我的心有心，和他在一起，只是为了拿到温氏的缓兵之策。我的未婚夫风随出轨了，出轨的对象居然是温家收养了12年的养女顾荣芝。你们为什么要背叛我？老板，温小姐本来就有心脏病，我们这样直接发视频告诉她真相，会不会不太好？他总该要知道的，长痛不如短痛。既然所托非人，那他的余生就都由我来守护。首富金家唯一的继承人金木，他不是出国了吗？怎么会在这里？老板，温小姐醒了。温小姐，你昏迷了18个小时，因为联系不上你的家人，耽误了我洽谈业务。老板说瞎话都不带脸红的，明明怕温小姐出事，提前推掉了所有工作，不合眼的守了18个小时。这得是多大的胆子啊！眼睛都气红了。多谢金先生送我来医院，我一定赔偿你的损失。项目保守估计10个亿吧。10个亿？金先生，您不会是在讹我吧？我记得金氏好像没有矿山吧？赔钱的事情可以在意，温小姐的身体需要休养，金某就先不打扰了。对了，昏迷期间你的手机有电话进来，我怕打扰到你，就给你按掉了，希望不是什么重要的人。风随，一个出轨的白眼狼，确实不是什么重要的人。那就好，温小姐注意身体，切记不要情绪波动过大。温家领养风随和顾荣芝12年，我掏心掏肺的对待他，他俩却还是背叛我滚在了一起。既然是垃圾，那就该趁早清理。小姐，这是查到的资料。风随和顾柔之两人已经多次被媒体拍到举止亲密，近几年来，风随探班频繁，还以权谋私。前2天，风随刚给顾柔之打点了一个女一角色。方管家，告诉爷爷，取消风随的股份转让。另外，我要进公司。小姐，您终于想通了，老爷子知道了肯定会高兴的。小姐，是否还需要我去警告风随？风随不太好对付，若是突然更换董事长，肯定会影响温氏的股份。至于顾柔之，备车，我们去片场。我不要你了。好，顾老师啊，演得非常好，那你滴眼药水的感觉就像真哭一样。顾老师，咱们呢再保一条。我累了，我要歇会儿。
没有风水，他顾荣之算什么东西？像他这种职业素养的演员，早封杀几百回了。姐，我们都准备好了，准备开拍了。哎呀，导演，你看看这地板太硬了，你看我手都磨破了。还有啊，我刚才摔倒姿势不好看，还有你得拍我右脸，我右脸好看。道具好。去给咱们顾小姐啊铺一个红毯。领导，方管家，你怎么来了？这顾小姐的演技啊，确实极好，自己都会找机位。我这个导演在她面前毫无用武之地。风少爷的眼光真是太好了。领导，像顾柔之这样既没演技又没态度，还拉长拍戏进度的演员，领导早该换了，还留着，岂不是让那些有实力的演员寒心啊？方管家说的我懂啊，我明白了。这顾小姐啊，确实不适合我们剧组。魏娘，就算你有温家大小姐的身份又怎样？隋哥哥还是最爱我。我就是一个快要死的病秧子，以后你的一切都会是我的。顾柔之，全组就等你了。好，顾柔之，你演的是睡美人是吧？导演，你后期剪辑一下不就行了？能演演，不能演滚蛋！剧组因为你一个人浪费了3个月时间，我们全组陪着你加班，你心里好意思吗？这导演明明之前都捧着我，现在怎么回事？导演，那我们再来一条吧。不用了，你收拾东西走吧。为什么？为什么？我忍你很久了，像你这样矫揉造作的演员，赶紧滚！一定是魏颖这个贱人，竟然敢换了我的角色！领导，您不怕风水？风随，一个年纪轻轻眼睛就瞎了，抱着榆木丢了珍珠，温是信温，不信风。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我的剧组啊！换人！隋哥哥，小宁换了我的角色。什么？你别担心，我介绍你，再介绍宁宁。温小姐，这里的茶比金某家的好喝多了。改日我命人给金先生多送几盒，金先生想要什么赔偿都可以提。那我倒要想一想，不如温小姐嫁给我。温小姐嫁给我。金先生，你可倒是真敢提呀！据我了解，温小姐现在的联姻对象总是和另一个女人出双入对，如此不专一的男人，温小姐何苦留着？不如换掉他。听闻金先生向来不近女色，为何要与我联姻？传闻是传闻，说不定我早就对温小姐一往情深了。金先生，您还是别说笑了。温家祖辈3代原在苏省，
温小姐初来京师，根基尚且不稳，而金家作为金氏首富，能够给温小姐提供助力，两家联姻，强强联合，何乐而不为？和疯子取消婚约并不影响到温氏的目标，与金家联姻确实是破局之法。我同意，但我们只是协议不议。当然，如果温小姐后面有了心爱之人，联姻作废。看来金先生早就猜到我会同意啊。未婚妻，加个微信。风少爷，小姐在会客。风少爷，小姐在会客。娘，小娘啊，金少爷在啊。小娘，你怎么能换了小刘的角色呢？不是你说的要尊重每个人的劳动成果吗？我好心帮他提炼演技，你怎么还来找我兴师问罪？倒是你，身为总经理，多次上榜娱乐头条，影响温氏形象，这个位置我也该考虑是不是换个人。小娘，别生气。小周一个女孩子在剧组拍戏太辛苦了，我关心关心不行吗？没看出来，风先生还是一个如此博爱之人。剧组那么多女孩，风先生一定每个都关心吧？金少，这是我的家事，请您不要插手。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温家吧？把别人的好心收养当作理所应当，我看风先生的脸皮就像鞋底一样厚。哎，别拿手指认，这很没素质。好毒的嘴！小娘，你说话呀！金先生说的很有道理。小娘，是我让风随去探班的。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你可以跟我说呀。我那么努力换来的角色，你为什么要把我给换掉？顾小姐努不努力另说，后期剪辑和导演肯定是为你努力的。方管家，送客。风少爷，顾小姐，请。小年对我的态度怎么变了？难道他知道我和小刘的关系了？不可能！未婚妻，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啊？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去吧。你不是开玩笑的吧？你要是不愿意，今天就先不领了。去，现在就去。我去拿证件，回来接你，等着我啊！老婆，你打算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咱们配个情侣装。你看你们像被绑架来结婚的一样，中间还隔了一条银河。男方有些紧张啊，像个小媳妇儿一样。你还戴了跟我相似的耳钉，刚刚偷偷买的呀？这不更协调吗？确实更像一对儿。好，来准备，3、2、1。俩人真般配啊！祝你们百年好合，可以去领证了。二位是自愿的哈？是。
急死人了。你裙子没兜，我帮你揣着。没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金少爷，拍个照片紧张的像个黄花大闺女似的。我第一次拍，紧张怎么了？没事啊。对了，咱俩结婚的事，金爷爷知道吗？太急，忘了。爷爷，我们回来了。爷爷，臭小子，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告诉爷爷，你……哦，不，文丫头，我不是说你啊，是怕这混小子呀对你不好。金爷爷，您放心，我和金墨结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丫头，你之前是不是喜欢风随呀？他出轨了。你怎么知道他出轨了？你反应那么大，我就派人去调查了一下。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每次看到风随，我这心里啊都不舒服。好在没有骗走我的温丫头。这小子如果对你不好的话，我就让他到非洲挖矿。金爷爷，您就别吓唬静默了。您也知道我这身体，可能不知道哪天就不行了。不会的，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啊？是啊，丫头，这种话以后啊不要再说了。你们两个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啊？爷爷给你们操办。爷爷，婚礼就不用了，也不用先对外宣传，毕竟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行，你们年轻人啊有自己的想法，我这个老头子我就不掺和了。温丫头，到饭点了，留下来给爷爷吃顿晚饭，好不好啊？好。我说，我看这温丫头对你可不像是热恋期呀。这不是慢慢培养吗？温丫头刚刚失恋，这样的机会你得趁虚而入啊！宁宁这孩子打小我就喜欢，这孙媳妇你可别给我弄丢了。爷爷，你是不知道，这婚约就是你孙子搅黄以后趁虚而入的。哦，爷爷，温丫头，来，快过来吃饭。你刚出院，不能吃太辛辣的。吩咐了厨房，做的都很清淡。住院了，怎么回事？爷爷，我已经没事了。倒是你在医院也要讹我10个亿。这不是想给你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吗？日后好相见。跟我当年一样，我当年啊追求你金奶奶的时候，我故意追尾，这才要到了她的联系方式啊。这是我名下所有的财产，希望获得金太太的一个原谅，不要和你老公一般见识。你身最是温丫头，快收下！能把全部公司上交的男人啊，才是好男人。咱俩只是协议婚姻，你不用上交的。说呀！要上交，宁宁，还有我名下的股份和房产，改天拟个合同，全传给你。我有自己的公司，也没时间打理金氏的业务。
你就坐等收钱吧，老公给你打工。作为头号 CP 粉，我得再制造点机会。吃它习惯吗？那我下次亲自做给你吃。林业，家主，外边的天气怎么样啊？哦，外面下雨了。哟，下雨了！哎呀，文丫头，外边下雨了，要不然今天你就在京宅住上一晚。很大吗？很大吗？哦，非常大，这10年难遇啊！听见没有，文丫头，外边雨很大，路上不安全。好，都听爷爷的。我可是给你制造机会了，你可得给我把握住啊！你平时不是健身吗？是时候我亮出来了，就别再遮遮掩掩的。文丫头，时间不早了，静默呀，赶紧送你上楼休息吧。那爷爷你也早点休息。我们走。家主，你说小少爷他能行吗？他肯定不靠谱。不过我早有准备。你别听老爷子胡说什么下雨。我知道，没关系，能让金爷爷高兴就好。那你住这间房间吧。要不换一间？以我对老爷子的了解，整个2楼恐怕就只有一个房间能打开了。今天我们恐怕只能睡一个房间了。老爷子真是操碎了心啊！你就睡这间吧，我去楼下睡沙发。不用了，估计金爷爷就在楼下等着呢。家主，要不要休息啊？不，我就在这儿守着，也不知道那小子是不是外强中干，可别让温丫头不满意。就睡这儿，咱们2个一人一半。宁宁啊，你别多想啊，咱们只是协议婚姻，而且金爷也不知道，以后像这种同住一个屋的情况还有很多，所以就是提前适应一下。好。对了，刚才戏演的挺好的，多谢夸奖，都是真心的。继续保持。有没有充电器啊？这老头怎么什么都准备了，显得我多轻浮啊！怎么了？我给你找，你先去洗澡。浴室里有新的洗漱用品，浴巾也是新的。好。我真的跟宁宁结婚了。啥叫什么呢？
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好，那个吹风机在柜子下面，充电器在吹风机里面。别多想，只是意外。他刚才说充电器在哪儿？为什么同样的沐浴露，女人身上就这么好闻？不行不行，再闻就成变态了。你不是天天健身吗？你快亮出来，这个时候了，别藏着掖着了。色诱是个方法。晚安，金太太。早啊，金太太。静默，其实没有人的时候就不用演戏了。这不是在金家吗？咱俩要时刻注意爷爷的眼线。好吧。爷在楼下等我们吃饭呢。那你等我会儿。温丫头，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金爷爷，我睡得挺好的。既然结婚了，就直接叫爷爷啊。好的，爷爷。不错，出息了。他演的还真自然啊。早上吃鸡蛋对身体好，对身体好。丫头，你待会儿去哪儿啊？爷爷，我去公司。哦，哎，让静默呀送你过去。好。下班我来接你。小娘，小娘，哟，这不是博爱大师吗？今天怎么没有去片场当中央空调啊？君少，我好像没有得罪过你吧？我就是看不惯你而已。宁宁，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夜不归宿呢？这可不是一个好女孩该做的事儿。没有人定义什么是好女孩，什么是坏女孩，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都是好公民。小宁，你怎么和他在一起？你昨天去哪儿？怎么，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报备啊？我是你的未婚夫，你给我报备不是应该的。好啊，那我正式通知你，你现在不是，婚约取消。什么？你在说什么，小宁？你没有听错，你被甩了，渣男。小宁，
你给我解除婚姻是因为他吗？你喜欢上他了？我只是眼下被治好了，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不同意解除婚姻。你的意见不重要。小宁啊，你们两个已经没有关系了，再动手动脚，我可就要怀疑你的动机了。毕竟，你挺没素质。金少，你是金家继承人，我是不敢得罪，但是你以什么身份屡次插手我和小妮的感情？哪有人天天把结婚证穿身上？他没事吧？你以什么身份质问我？我记得风先生交的企划案，我还没签字呢。那是温家的。啊，我回去就签。风随，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说的。既然你那么喜欢顾柔之，那我就成全你。不，我最喜欢的是风随，你之前怎么答应我的？你明明说之前最爱的是我，你……我最爱的就是你，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拿到温氏的股权，你现在拆穿我有什么好处？嗯？你确定你最爱的是我？当然了，他就是个病秧子。那你能确定拿到股权？明天我就要去公司签股权转让书了，而且他从小缺少玩伴，现在只是吸引我的注意，只要我稍微一哄，他就好了。为什么不能说我们结婚了？我现在贸然换了结婚对象，若是公开，温氏和金氏的股票肯定会下跌。不过，我会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去公开的。好，听你安排。对了，谢谢你今天送我，你快回去吧。好。小宁，小宁，别哥哥！温以宁，凭什么你有良好的家世？凭什么两个男人都围着你转？温以宁，明天早上10点，就是你身败名裂的时候。小姐，1个月前您和金少爷正常谈合作，网上那些人怎么能说你们有私情？方叔，其实我和金墨已经领证了。啊？那网上说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关系呢。那你结婚，先生和太太知道吗？还不知道，不过会找个时机跟爸妈解释的。哦，那就好。小姐，这条微博啊是顾柔之发布的。真是瞌睡有人送枕头，契机这不就来了吗？能让顾柔之拍到这一张也是不容易。小姐，那我现在就去压热搜。不用，买点水军，让热度更高一些。好的。哎，对了，小姐，刚才风随打来好几个电话。不用理会他。对了，方叔，取消风随股份转让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已经办好了。好，你先去忙吧。哎。方叔，还有别的事吗？来看看我的绯闻女友兼现实老婆心情如何？你怎么来了？网上都说咱俩暗度陈仓呢，我不过来，好像有点对不起咱俩背的这个锅。你干什么？你以为我要干什么？金太太，现在契机到了吗？听从指挥，服从安排。我发现今天晚上睡眠不好，这是我随手买来的，凑合着用。手怎么了？没事儿，
就是划伤了。你这山鸡绣的倒是栩栩如生的。那是凤凰哦，原来这是凤凰呀。我有事，我先走了。小姐，已经上好几个热搜了，接下来怎么做？接下来就是把风随和顾柔之出轨的视频发出去。老板，温小姐那边发了风随和顾柔之出轨的微博，通知公关部，将宁宁的微博点上热搜，并买通所有媒体。我要在各大平台的头条头版看到这条新闻。明白。另外，帮宁宁澄清一下。好。我讨厌的人终于被发现了。这个笑得像傻子一样的男人，还是那个天天威胁我要把我调去非洲挖煤的火眼翁吗？1个月前，温金两家达成合作，客流计划正式启动。我看了金氏发的澄清视频，温以宁和金墨全是正常社交距离啊。顾柔之为了陷害，从哪找的刁钻角度？温大小姐在被背叛的时候，还能达成和金家的合作，最后游刃有余的给渣男贱女致命一击，救命！知性恋天花板啊！只有我在关注金少帮温小姐澄清了吗？没人觉得他们很好坑吗？啊！我看到真的啦！渣男就该趁早登掉，宁姐这不内耗的性格我爱死了。怎么会这样？你到底怎么回事？现在网上全是你和风随的出轨视频。这怎么可能？明明那天晚上只有我和风随2个人知道啊！这下吃瓜吃全了。顾柔之插足温小姐婚约，还想诬陷温小姐。风随真是要骨气没骨气，要人品没人品，被温家培养成才，还上演脚踏2只船呢。你赶紧找公司帮我澄清啊！怎么澄清呀？你都已经实锤了，温家和金家已经联姻了。这怎么可能？结婚照都已经发出来了，怎么不可能？我告诉你啊，金家和温家，你哪个都得罪不起，你等着被雪藏吧，我也救不了。股权转让成功了吗？谁让你曝光金木和温以宁了？我想做就做了，谁让温以宁那个贱女人有那个视频的？你个蠢女人，我还没缺股权转让呢。你不是说今天就能拿到吗？公司让我下午来，你别再搞小动作了。你怎么在这儿？我家的公司，我为什么不能来呀？你当然能来。你和金墨结婚了，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啊？那不在热搜上挂着呢吗？你要是不识字，我念给你听。豪门童养夫出轨黑红女明星，翻译过来就是风随出轨顾柔之。魏宁，你居然这么绝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非要把我和小柔赶尽杀绝吗？怎么敢做还不敢让人说了？当初说非我不娶的人是你，出轨的人也是你，你这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可真是被你玩的明白了。说到底还想让我哄你，你撤回微博再道个歉，这件事就过去了。你脑子
被驴踢了吧？小娘，我们本来关系那么好。停！我跟你的关系就是东郭先生与狼，农夫与蛇，我与你。小娘，你再阴阳怪气说话，就算你求着我，我都不会原谅你了。你以前是被毒蛇了吗？怎么看上的你？你被裁了。什么？你别再耍小孩子的脾气！我是集团总裁，不能卸任。怎么不能？你的社交媒体形象已经严重影响到公司集团的利益。我现在把你裁了，已经是对你最轻的处罚了。小娘，我知道错了，你听我解释，我也是受害者。小娘，你相信我，我是被下药了。那我可真是要感谢给你下药的人，让我早点看清你的真面目，没让我跳进火坑里。不是这样的，我一直都是被顾如之死难的，我喜欢的是你。你喜欢的是这个吧？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绝情。别！现在你可以滚。你不能赶我走。保安，我是集团总裁，你们得听我的。被下药了。方叔，帮我查下风随当晚出轨的事情，还有一条匿名短信。看来我错过了一出好戏啊！你怎么来了？冒牌货走了，我这个正主当然要来显摆显摆。怎么还买花啊？顺手买的，所以就刚刚好买到了我最喜欢的。不说话了，金太太，把这个签了吧。股权转让协议和财产协议。我们虽然是协议结婚，但我身为丈夫就要做到丈夫的责任，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你可想好了，这些是你的全部家当。我若是捐钱跑了，你连地方哭都没有。你就当这是嫁妆好了，也是我向你投诚的决心。好，看在你这么真诚的份上，我就收下了。宁宁，要不我们搬到温宅住吧？啊？为什么呀？我们刚公开结婚的消息，要是被拍到咱俩没住一块儿，再传出婚变，只会影响两世的骨架，你这不就白忙活这么久了？那要不我搬到京宅去吧，正好我喜欢热闹，能陪京爷爷说说话呢。好，那我们现在去温宅搬东西吧。这么急啊？当然，那些狗仔拍照可不分时候。好。我先回去收拾东西，你晚点过来接我。好。这是什么？金少都给嫁妆了，我怎么能不给聘礼呢？我老婆给我零花钱了。孙特主，你有老婆吗？你老婆给你零花钱吗？给多少？怎么办啊？我老婆给的太多了。本来上班就烦，还拉着一个开屏的孔雀。温丫头，你能搬过来，爷爷实在是太高兴了。我和静默已经结婚了，搬过来住也能经常陪您说说话。温丫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静默？今天的馒头挺好吃的，你尝尝。丫头，你看他就这么对他爷爷。我们年轻人的生活，你个老人家就别好奇了。好，不问不问。明天的茶会，温丫头参加吧。什么茶会啊？有一个慈善拍卖会，女眷们会在外面闲聊，就引申为了茶会。你可以不用去。我正好明天没事，可以去看看。
宁宁，你们先聊，我去隔壁的拍卖会。好。宁宁，你都结婚了，都怪我那个杀千刀的经纪人给我接了一个封闭系。没事儿的。宁宁，金墨那个杀神没有婚内家暴吧？没有，你这脑子在脑补什么呢？走，我们去那边。风随那个渣男，亏我当时还夸他，以后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这种渣男不提也罢。宁宁，就算你要结婚，为什么要选择金墨呀？他在京市的名声可不好，说他暴躁易怒，我听说他还送他小叔子出国了。小，金墨并非像传闻中的那样，至少对待婚姻还是一个很好的人。死密马塞，忘了他现在是你老公。那你们现在是先婚后爱，有没有像短剧那样擦枪走火？哪有那么夸张啊！你少看点短剧吧，脑子都要看坏了。那可不行，这可是我的精神食粮。以我多年追剧的经验，这小子肯定对你有想法。我能察觉到他给我送花在意我的情绪，虽然说表面说是在演戏，但是他应该是真的关心我。那你呢？你喜欢他吗？我喜欢他吗？那我换个问法，风随还是金墨？金墨。你看，可是风随他出轨了呀，你知道的，我眼里容不得沙子，最讨厌的就是欺骗和背叛。宝，我这么说可能有点毁三观，但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就算他犯了滔天大错，你也会试着原谅他。爱的本质是包容。那我对风随是……你对风随是朕欲，所以他犯错时你会毫不犹豫地抛下他。但如果是金墨呢？以你现在的想法，你会抛弃他吗？金墨不会做那种事的。还说不喜欢，你都要喜欢死了。这温小姐年纪轻轻就攻读博士，可真是年轻有为啊！学习好有什么用？嫁得好才行呢。温小姐前脚未婚夫刚出轨，后脚就另寻他人，很难不让人怀疑她和金墨的关系。我看她和金墨早就勾搭在一起了，照片都爆出来了。谁知道表面冰清玉洁的，私底下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个八婆，今天嘴里吃粪了，也不知道是谁半夜爬床被人扔出来。林少校，你敢再说一遍？10遍我也敢。某人就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这温小姐的朋友可真是没有教养。毕竟教养是留给人的。他妈咱俩不是人。陈小姐，听闻令尊在律法领域颇有声誉，如今看来，令尊是没有教过你诽谤罪3个字怎么写。若是陈老先生没空，那金家和温家的法律团队也可以代劳。那个是妹妹先前说错了话，妹妹只是不想温小姐嫁给不得宠的金少爷之后过不上好日子罢了。金墨早期可是罔顾人命，不然好好的少爷都会被亲戚们嫌弃。说到底啊，都是金墨咎由自取。当时他在大街上和混子在一起，不学无术，甚至还把自己的亲叔叔送到了国外。这样一个冷血的人，温小姐，你可得小心点。李月，你说的罔顾人命，指的是你的弟弟喝醉酒之后强抢妇女，致使3个花季少女失去生命体征的事吗？也不知道判决书下不下。至于不受宠爱，陈招娣，你是趴在我和金墨的床底下，亲口听着金墨说他不受金家的重视吗？我懂，人越是没有什么，就越希望有。宁宁，你这对的也太精准了。各位，你们对我先生和我有多大的厌恶，我都可以理解，因为我也平等的讨厌在座的各位。我家金墨心地善良，不同你们逞口舌之快，但我不一样，睚眦必报，有钱有闲。
你什么时候来的？来了一会儿了，怕影响你发挥。简夫人提供了一枚珍藏系列手镯，我觉得你戴上会很好看，就拍下来了。这是詹夫人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据说起拍价8000万，金墨说拍就拍了。可少说两句吧。老板刚说今天休息一天，怎么又变卦了？老板，文件带来了吗？带来了。念。综合考虑后，金氏决定撤销李陈两家投资，且永不合作。这样我爸会把我赶出陈家的，看吧。我之前不管你们，是因为没必要，但现在欺负我的妻子，就要想清楚你们是否能承担得起后果。宁宁，谢谢你在那么多人面前维护我。妻子维护丈夫不是应该的吗？手镯我很喜欢。我虽然不知道你的过去，但是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那以后我便会无条件的袒护你。宁宁，你选我吧，我绝对忠诚。他刚才什么意思？他是在向我挑明心意吗？怎么了？你角膜不皮了？我自己来吧。你车里还放拖鞋啊？蒹葭每辆车里都放了拖鞋。我记得你不喜欢穿高跟鞋的，也不喜欢社交场合，以后不用勉强自己。还准备了晕车贴和蜜桃味的糖果。他知道我睡眠不好，不爱穿高跟鞋，陡峭路段易晕车，还喜欢蜜桃味。静默，你好像认识我很久了。你好像知道我的喜好，可我对你没有什么印象。宁宁，过去我给你带来的伤害，希望你永远想不起来。我的女儿啊，英宁啊！你是我的女儿！静默，你和宁宁在一起，你想叔子是不会放过宁宁的。是我问的方管家。方叔怎么可能事无巨细的告诉他？你睡这间，我睡隔壁。好。这是之前给你买的礼物，一直忘记给你了。对你老公的身材还满意吗？一般般吧。嘴硬。
宁宁，我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协议夫妻了。为什么我的心跳好快？我并不排斥他，难道我真的喜欢上静默了吗？早安，金太太。短信是你发的？静默，我问你，短信是你发的吗？是。我需要一个解释。风翠和顾柔之这件事确实我的手笔，但那也是因为我想让你早点认清他呀。帮完之后呢，再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在我面前，然后和我联姻是吗？短信是他发的，那下药呢？他找我联姻对我好，到底是出自自身情感，还是说为了权力而谋划的一场骗局？是我引导顾柔之去引诱风随的，是我毁了你们的婚姻，是我不择手段。所以呢，你觉得风随就无辜，想要再去挽回他吗？我生气是因为风随一个渣男吗？我担心令我心动的这一切是另一个谎言。对不起，宁宁，我的错。好了，我累了，我需要休息。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太太，您终于醒了，可把先生急坏了。我听伯了叫了10几个医生。别提他了，我真的不想听。太太，先把药喝了吧。太苦了，我不想喝。太太，不喝药怎么能好呢？随便吧，能活几天算几天。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怎么样了？我孙媳妇醒了吧？太太醒了。宁宁没喝药。太太觉得药太苦了。药膳是不是能够中和苦味？是的，家主。但是这个药膳讲究用量，别墅里边也没人会做呀。我妈，给我找一些药膳的书籍，我去学。好。小子，你怎么惹温丫头了？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如果犯了错，就要诚心诚意的道歉，并给出补偿。傻站着是站不出结果的。太太，您尝尝这个药膳，一点也不苦。王妈，太好喝了，我全都喝完了，也辛苦你收拾一下。太太，你今天真棒。王妈手艺真好，这年头好的阿姨可不好找，我一定要留着她。怎么样了？先生做的药膳，太太赞不绝口，全都喝完了。那就好。先生啊，您也得多去太太那儿露面才行，让对方明白您的心意才行啊。好，我会的，王妈。
师哥。小宁，我出差路过京市，明天能和你一起吃个饭吗？好啊，下班后可以吗？行，那我明天在你公司楼下等你。嗯，好。老板，去哪儿？去宁宁公司。好嘞。老板肯定惹太太不高兴了，脸都臭一天了。你说怎么道歉才显得有诚心呢？道歉肯定是有行动的，光动动嘴皮子可不行。况且还要看这个人犯多大错误。如果说是在很重要的事情上欺骗了对方呢？那基本没救了。再多说一个字就扣你工资。师哥，小宁，自从师哥你毕业之后，导师总是扼腕叹息，怎么就没让你多延毕几年呢？毕竟再也没有像你这种用得顺手的学生了。当时你是科室里年纪最小、最聪明的，其他人自己的课题都忙得不可开交，只能是我这倒霉蛋天天给帮到本金冒充。那不都是因为师兄你能力强吗？我的天赋远不如你。好了，咱俩呀就别在这商业互捧了。我们还是去学校附近的餐馆吃怎么样？重回一下学校的记忆。好啊，走。小天，小天，送橘子。宁宁，你没事吧？宁宁，我没事。师兄，你受伤了，我送你去医院。没事，只是小伤。我太太说的对，你应该去医院看看。他结婚了吗？对，去趟医院才能安心。走，赶紧看完，离我老婆远一点。好。好了，回去之后记得不要沾水，药记得一天换一次，避免发炎。好，谢谢。我工作还没完成，师妹，我先回去了。好。我先送你回家吧，我公司还有事儿，就不回去吃饭了。好。刚刚离那个小白脸那么近，回家路上一句话不跟我说。我也受伤了，我也疼啊！老板，是顾柔之粉丝干的，让他把牢底坐穿。此人有精神病，无罪释放。什么时候病成了免死金牌了？京市旗下有一家不错的精神病院，就把他送那里去吧。胆敢伤害我家宁宁，这么不想活了？那就去死吧！王妈，做什么好吃的呢？太太想吃什么呀？我想吃上回的药膳，王妈手艺真好。太太，不是我不给你做，这个药膳它是讲究食材跟用料，之前都是先生做的，我不知道这个用料比例。这要是做出来给您生治吃坏了，那我就罪过了。
静默做的，他会做药膳。对，您生病的那几日，先生天天都在厨房研究食谱，手上烫了好几个大泡呢。居然是静默做的。等先生回来给您做。王妈，今晚你就随便做点什么都好。你去哪了？啊哈，我去处理点事情。这么晚你怎么还没睡？等你。为什么有血？你受伤了？哎，脏！这不是我的血。回来前已经冲洗了一遍，却还是下药了玲玲。下午伤你的人是顾如之的粉丝，是个精神病，我把他关到金氏旗下的精神病院了。你刚从精神病院回来，你会怕我吗？你在外面的名声可比你的行为可怕1000倍，我不还是嫁给你了吗？宁宁，我确实受伤了。下午跟那个疯子搏斗，我的手腕也伤到了，但是看林先生伤得那么重，我就没说，我现在还疼着呢。这伤怎么不再大一点啊？为什么下药啊？我喜欢你，如果风随足够忠诚，或许我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里。宁宁，我嫉妒过风随，他曾经被你坚定不移地选择过。如果不是风随对顾若之有别样的心思，我不会出手。可他偏偏就是那样狼心狗肺的人，我怎么可能放心让你进入他的狼窝？宁宁，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吗？宁宁，你没事吧？我没事，没经历过的事会出现在脑海里，是记忆出现了偏差。静默，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早之前就开始喜欢我了？可我似乎对你没有什么印象。宁宁，从我看到你到被你吸引，然后彻底喜欢上你，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宁宁，你能不能原谅我？看你还算真诚，那我就不生气了。不过你要告诉我，那晚风随被下药，你到底有没有参与？我发誓，绝对不是我，是他自己倒霉喝了合作商下的料酒。那就好。要是你敢做这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被抓了，我可不给你保释。绝对不会。那今晚能不能睡一个房间呀？有寸进尺啊！金木，你马上就追妻成功了。这个点儿，他怎么还不去上班？早。我家宁宁有哪都这么好看？他这么盯着我，我怎么吃？你看这小两口多恩爱。是啊，小少爷和小夫人真是般配。不是，你不去公司吗？你10点不是有研讨会吗？现在9点半喽，你再不去就要迟到了。我老婆脸皮薄，没关系，我主动就行。他还催起我来了。你不跟上了？来了，老婆。老婆大人，你今天几点下班？我到时候接你啊。
老婆只是嘴硬，她明明超爱我的，还怕我等那么久。你是谁？你不用管我是谁。经墨抢了你的未婚妻，你一心谋划的温胜利失败，想不想报仇？我可以帮你。你和经墨有仇？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想通了，也许。什么人啊？经历，经墨的小说。老婆，我能不能和你一起睡？我可以打地铺。之前是哪个绅士说的？我睡这屋，你睡那屋啊？谁说的？我说过吗？那可能是狗说的吧。还要我请你进来啊？坐下，给你换药。今天下午买的，觉得很适合你。给我戴上吧。老婆，以后受伤不许忍着，必须跟我说。好。你傻笑什么呀？睡觉。宁宁，昨天那个师哥，他就是出差，刚好路过京师，所以吃了顿饭。可是他好像喜欢你啊。他这是吃醋了。我又不喜欢他，我跟他的关系就只是同一个导师下的学生而已，以后也不会有过多的交集了。哦，现在可以睡觉了吧？看够了吗？一辈子都看不够。那就看一辈子。老婆亲我，老婆，再亲一次好不好？亲了左边，还有右边，还有额头，最重要的是嘴巴。你这一夜都看了30分钟了。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在这捣乱啊！这怎么能怪我啊？肯定是你心乱。心乱？我这么一个大帅哥坐在你旁边，你要是还能坐怀不乱，那才算你厉害。也倒是挺能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怎么样？怎么样？小两口真恩爱啊！爷爷，爷爷，文丫头，我找经墨谈点事儿。让你借用一会儿金墨。没事儿，金爷爷，你们聊。经墨，跟我来。你小叔回来了，你当时答应的，永远都不会再让他回国了。我知道，但他是我唯一的儿子了，我不能看着他独自在海外孤独终老。你要是真对他好，
就早点应该送他进监狱。你就是金墨的新婚妻子。你是？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金墨的小叔。他就是被金家早年送出国外的小叔。魏娘，没想到啊，你竟然和金墨交往。小叔，你认识我？这不重要，我只是好奇，你不在苏省当你的小公主，何必当金家的后妃呢？我的选择似乎与小叔你没有关系吧？我只是善意的提醒，金墨和你在一起，还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属实不完美。我念着你年纪大，所以尊老，但你若是倚老卖老，也别告我不尊重。配与不配，那是我和金墨说了算。你现在巴巴的跑来评头论足，可真是可气。魏娘，你真要和我作对？我温以明绝不生事，但也不会怕事。伉俪情深，看得我都感动。金墨属实是有福气啊。是比你有福气。你没事吧？小墨，好久不见，想小叔了没？想你怎么还没死？是吗？在国外这几年，我对你可是甚是想念。那还真是晦气啊！几年过去了，还是一点不尊重长辈，一点没有二哥儒雅的气质和二嫂温婉的性格。你不许提我父母！小狼崽子还是喜欢到处咬人呢。侄媳妇儿，小叔送你件礼物，作为你对金墨死心塌地的奖励。别难过了，时间长了，早就不难过了。我爸妈是在我10岁那年去世的，当时所有人都说我爸是因为疲劳驾驶曾让车冲进河里。我不相信，我爸那么一个细心谨慎到连袜子丢了哪一双都知道的人，怎么可能疲劳驾驶？后来你查到真相了吗？后来我爸的心腹告诉我，刹车片被人动过手脚，是我小叔干的。可我一个小孩怎么可能斗得过他？所以他夺走了金氏。他在我爸妈去世的第3天就召集股东，威逼利诱推他上位。现在你已经夺回了金氏，你的爸爸妈妈肯定会为你感到欣慰的。小时候没人陪我玩，同龄的孩子都欺负我，说我是没妈的孩子。我就让自己变得像疯狗一样，见人就咬，就再也没人欺负我，也没人和我玩。也没有人愿意和我玩啊。小时候所有小朋友都害怕我，我都是和冰冷的一起度过的。看来我俩都是小可怜。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小可怜了，因为你有我了。好想抱住你，听你的声音，心跳不停加速，我屏住呼吸。金墨，伸手吧。金墨，我来例假了。那我去给你冲红糖水。以前总没发现你这么呆萌可爱啊。我还有很多面，老婆以后可以慢慢了解。好的，老公。宁宁，我好幸福啊。
论这场名为幸福的美梦代价有多大，都希望它再长一点，再长一点。偷亲我，被我抓到了吧？是不是被你老公摔到了？没想到你还挺自恋的。我自恋？谁自恋？谁自恋？方叔，怎么了？小姐，出事了！有患者使用温氏药剂后死亡，温氏股价大跌，现在家属已经到了医院了。小姐，死者是一位60多岁的男性，检验结果显示，他生前确实注射了温氏未批准上市的药剂，但现在无法确定患者死因是不是药剂引起的。好，我知道了，死者是从哪里得到的药剂？是他的主治医生给他推荐的。方叔，去盘问下那个医生。好。温氏未经批准的试剂，只有企业内部的人员才能拿到，集团里一定是出现了内幕。宁宁，先别急，我们先去看看情况。我丈夫死在这儿，你们得负责。你们医院治死了人，不赔钱，我就去曝光你们！你们这群黑心肝的，还敢出现在我面前，还我丈夫命来，还我丈夫命来，还我丈夫！江太太，您先冷静一下。我冷静不了，现在死的人是我丈夫。江太太你好，我是温氏客流项目的负责人，我们对您丈夫的遭遇十分抱歉，我们一定会查明真相的。什么真相？我看你们就是不讲负责。哎，大家都看看啊，我爸就是服用了温氏的药剂，现在人都已经死了，他们还想逃避责任，根本呀就不把我们普通人的性命放在眼里。我们这群命苦的人呐，老天爷，你开开眼吧！老天爷，你开开眼吧！江太太，我也是妻子，我能理解您现在的情绪，请您相信我，温氏一定不会推卸责任，一定会给您一个解释的。妈，别听他们胡言乱语，他们人资本家，根本不会把我们普通人的性命放在眼里的。江先生的体内确实注射了温氏药剂，但是医院并没有出示公告证明江先生的死亡跟温氏药剂有关，我们也在等待一个结果。人都死了，那还不是你们随便说啊？你们是大企业，我们小门小户没有门路，到时候你们联合起来，那我爸死的多冤枉啊！药物泄漏确实是我们实验室内部出现了问题，我们不会否认。看，我就说我爸是你们企业害死的。但无论是利用患者试药，还是江老先生的死亡，我们温氏自始至终都毫不知情。说到底，温氏和你们一样，都是受害者。别说那么多没用的，就俩字儿：赔钱。我告诉你们啊，我家之前的时候一直是靠我爸的养老金度日，现在唯一的经济来源没有了。你们现在给我钱，我们马上走；要是不给我们钱，就等着我曝光你们吧。江大同，你爸尸骨未寒，死的不明不白，这钱你拿的安心吗？我绝对不接受私了，必须给我的老头子一个交代。要什么交代呀？我爸他都已经死了，一个死人哪有活人重要啊？你个逆子！就因为你和爸没有给我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我都30岁了还没娶上媳妇儿，一个解释有那么重要吗？
江太太，你放心，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大众的监督下，一定会给江老先生一个解释。至于你们以后的生活保障，我们温氏和金氏一定会负责到底。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借此消灭证据？江太太，自古以来商不与官斗，我们要相信官方一定会给出一个安定人心的说法。我相信官方。妈，咱走啊！咱不信他们的鬼话啊！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们想解剖我爸的尸体，不可能！我爸都死了，你们还不甘心，还要糟践他！你们温家就等着倒闭吧啊！我刚刚塞给了江太太我的联系方式，但愿她能答应事件。我刚派人去查了主治医生和江大龙的账户，两人上周卡里均多了一笔巨款，已经去查这笔钱款的来源了。刚刚我注意到江太太身着朴素，江大龙衣服配饰全是大牌，看来突破口就在江大龙身上。方叔，主治医生怎么说？他一口咬定就是温氏指使的。好，知道了。现在门口围满了记者，我们回去再商量对策。好，方叔，明天你去公司先稳定局面。好。都是因为我，温氏才会卷入这场风波。我既然选择了你，就清楚的知道要经历的是什么。我只是没想到，经历为了给我们制造困难，竟然会伤害无辜之人，那可是活生生的一条人命。乖，我们现在只能尽力去调查，让江老太太安心。江先生的死亡，受伤害最大的就是江太太。现在已经在搜集转账证据了，只要查清死因，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嗯。宁宁，我查到经理手下月前注册了一家医药企业，现任总经理是风随。立丰科技，对，这家公司从成立起就一直吞并周边的中小型企业，他就是冲温氏来的。小姐，出事了！今天市面上出现了一款特效药，它的成分和功效都与我们温氏即将发布的产品别无二致。看来企业里进小偷了。方叔，把产品送到检验部门检验，准备好我们产品研发的所有证。另外，通知法务部，拿了工资，该干活了。宁宁，这几天这么多事儿，累不累？放心吧，我没事。喂，妈妈，怎么突然打电话呀？你们研究结束了？这件事情闹这么大，你当真以为我和你爸是死的吗？等这件事情过了，慢慢给你算账。荣总，你挂电话干什么？我还没和小宁儿通电话呢，你这么大声吼他，他肯定以为我们又生气了。他要是着急了怎么办？他那身体……以为文志，老娘就是生气了。你女儿哪会着急？她主意大着呢。
他竟然瞒着我们偷偷结婚了。这次要不是事情闹大，研究所收到了风声，他是不是要瞒着我们一辈子？宁诺，你先别急，等我们见到了宁诺再说。这肯定是一场有预谋的陷害，有温家在，必然护得住宁诺。我才不急，先去医院看慧慧那个主治医生。你好，我是慕容。王建伟，硕士，毕业于华哥医科大学后，任职于京都第一人民医院，8年时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前途一片光明。为何为一个不相干的人牺牲自己？人嘛，无利不起早。活在这世上，无非就是为了钱和情之类的。据一些朋友回忆，你不是一个虚荣的人，那么只剩下后者。你是一名孤儿，无父无母，至今未婚，却有初恋，爱得轰轰烈烈，却因为门第之见继而终。巧合的是，你的初恋目前也在京都。事情是我一个人做的，我仇富，我看不惯你们这群人。王先生，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吗？我现在问你的每一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向患者注射药物，并非你的谋划，对吗？是的，不是我。成为一名医生是你的信仰，那么是什么东西让你无法遵循你的内心？我是你最亲密的伙伴，我懂你内心的痛苦，你可以向我分享。我只想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可是我就快要死了。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如果在有限的时光里能帮这些人做些事情，不是很值得吗？是的，我没剩下多少时间了，所以我要帮他。他是谁？我的女儿顾柔之。他不是孤儿吗？原来狼心狗肺的人就在身边。王先生，你做的事情，法律会制裁你的。这个。江太太，您同意了。江太太同意了，我们可以重新验尸了。那宁宁，我去盯着经理，我怕他还会工作。好。小娘想我们没？爸妈，你们怎么回来了？我们来给小娘撑腰。来，坐。瘦了，经过是怎么照顾你的？是瘦了，爸妈出国前，宁宁还是胖嘟嘟的呢。妈，金墨对我真的很好，就是最近事情有点多。他对你好，从客流计划出事到现在，金家说过一句话没有？明明是2家的合作，就因为我温家对医药研究更投入，炮火全让我温家扛了，金家每每隐身。妈，金爷爷你也知道的呀，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只不过金氏也不是他老人家的一言堂，现在这种情况能2保1已经很不错了。和你爸爸一样傻白甜。宁宁，刚才我和你妈妈去见了主治医师王建伟，问出来了，他的女儿就是顾柔之。顾柔之，怪不得，原来他们下了这么一大盘棋。怎么了？
经历吞并医药企业扩大规模，风随推出特效药打开市场，顾柔之找人陷害温氏，他们这么大费周章，就是为了全方位的搞垮温氏，好让京墨没有助力。风随、顾柔之，还真是一对白眼狼。我们温氏100年大企，亲历他一个小卡拉蜜，真以为能有那么大能耐？妈也没问你，为什么选择和京墨结婚？妈，你对京墨就别有偏见了，他对我真的很好，我也很喜欢他。蓉蓉，宁宁真的喜欢你就……妈不是对京墨有偏见，妈只是怕苦了你，你和他在一起，你会受伤的。不会的。算了，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再说离婚的事。小姐，检验结果出来了，特效药就是我们温氏未发布的产品。现在股东们吵得厉害啊，一大半股东要求立刻暂停客流计划，即便是要赔偿违约金，剩余一部分股东还在持观望态度。哼，我还没死，他们这是要翻天吗？告诉他们我的态度，京家绝不做落井下石之事。好。逆子，跪下！经理，你陷害侄子，不惜搅得全家不得安宁，甚至搭上一条人命，你到底要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心里还不清楚吗？我说过，你有什么怨气，你冲我来。你为什么要去为难京墨和温丫头呢？因为这样才能让你痛苦。什么？这才到什么程度？已经受不了了。毕竟我当年受的伤害远远不止这些。原来到现在你还在恨我？我当然恨。你不知道被划开皮肤什么感觉，你也不知道被人摁在地上像狗一样是什么滋味啊！你不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是爸爸对不起你。你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不过是权衡利弊之后做出正确的选择罢了。当年我和我二哥一起被绑架，你不是救出了我二哥吗？不是这样的，当时也对，我二哥是商业奇才，救助他确实是有价值。可是谁在意过我的感受呢？我也想救你，可是当时的情况只能先救一个。那我想问，只能2选1的时候，你的心里可有一颗想我先救你的歌？答案早就出来了，我又何苦再问呢？你知道吗？当年我饿到肚子抽搐的时候，我看到老鼠，我两眼都放光。这些事儿，你从没跟我说过，我说了又有什么用呢？能抵消我这些年受到的伤害吗？我会补偿你的。好，当年我跟你要晶石的时候，你只是冷漠的丢了一句“你不合适”。当年京市如此动荡，只有你二哥上任才能够稳定局面。说到底，你就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你的儿子。我在你的心里从来都是一无是处。不得不说，清末那小子还真是命大。我那么造谣他行事狠辣、杀人如麻，没想到他竟然扛住压力呀，好好的活到现在。你是说造谣污蔑、毁坏京墨名声的人
是你。这才哪到哪儿啊！我当年从国外逃过来的时候，我的名声可比他臭多了。别人都骂我是野孩子、流浪狗、小乞丐。当时你但凡制止一次，我怎么会活得如此艰难？我没有经过幸运，身边有姑娘愿意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当年那场车祸出事的本来应该是经墨，这没有想到阴差阳错。不过也好，让你们特么痛苦。这些年我也没有白忙活。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这副模样就是一个魔鬼。这么多年以来，我每次梦到被抓那几年，我夜夜难寐，我早就活得不像个人样了。这些全都是你害的，金老师啊，在背你。李烨，当年的事儿，难道是我选择错了吗？家主，当年的事儿，你也是有难处的。当时京师动乱，人人自危，2位少爷又被绑架了，能先救出一个，也是万幸了。说到底，金墨和温丫头所遭受的磨难，都是因为上一辈的恩怨。停掉经理手里所有的业务，把他驱逐出国，从此不许他踏入京都。家主，他是我唯一的儿子，纵使他恶事做尽，我作为父亲，我也不能不保他一命。温家的事儿，我会给他们一个交代。现在风随因盗窃商业机密入狱，质检报告也显示，死者体内注射了过多的艾斯尔病毒。温家业已经洗清了嫌疑，你怎么还是满脸愁容啊？我只是没有想到江大龙会为了钱给自己的亲生父亲注射病毒。金墨，你说真的不忍人坏到用钱去害自己的亲生父亲吗？是我们家宁宁太善良了。好了，你快去洗澡吧。我手机在衣服口袋里，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不好，口袋有东西。这是哎，别，还是我自己来吧。怎么？这个是你刚刚买的呀？不是，这是咱俩结婚那天老……啊，原来你小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想把我骗到床上了。不是，其实我……没关系的，老公，我们都已经结婚了。那既然已经结婚了，我也得来好好的验验货吧。宁宁，我来碗例假了，把它用了。我还没洗澡呢。
打击我，一起。Under the moon's soft light, wine is in our glasses. Your eyes are asking to dance in the shadows. No one surrounds around. Oh, baby, in the haze of the night, I see your desire. Your voice whispers secrets, ignite the fire. We're floating on a dream under the moon's beam. In the dim light, you're the only one I see. Your touch is gentle, your words are few, but they say so much, I feel it too. The room is spinning, my heart is racing, caught up in this moment, no need for chasing. 老婆，再来一次呗。睡觉。来嘛来嘛。我老婆真好看。谁让你总是哪里蹭我着，活该！昨天才吃干抹净，今天就对你老公拳打脚踢了？那快让我看看我的亲亲老公伤到哪了？伤到我的小心脏了。你还装？老婆，老公昨天晚上表现怎么样？可圈可点。那今天晚上怎么？昨天才刚吃饱就想着下肚了？没吃饱呢。看你表现。怎么，卫生间也要去啊？傻子！你今天不上班啊？先送你去上班。不用了，等会儿司机来接我，你先去吧。那好吧。你怎么还不走？离别吻。晚上就要见面了，怎么搞得跟生离死别一样？走。
欧妈，这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先生从来不让打开，就是让我来定期扫扫灰。金木还有小秘密吧？幼稚。你还有脸出来？你对得起为你付出的粉丝吗？老子给你花几千块钱，没想到就粉了你这么个玩意儿。我会把你的脏手拿开！倒贴你而已，你还在这装什么啊？就是，都当小三爬床了，还鸡扯屁！好疼！我可没碰，他自己倒地上的。我也没碰。你别碰瓷啊！你们在干什么？保安，把这几个聚众闹事、耍流氓的人全都送进局子。我看他们是想要去喝茶。你怀孕了，5周。居然这个时候怀孕，既然没事了，那我走了。为什么要救我？我本意是要去你们公司闹事的。正如你所说，你在我公司门口出的事，影响温氏的形象，我肯定是不会让你如愿的。魏宁，你看我现在的样子，肯定很解气吧？如果没有我，你温家小公主的身份肯定一帆风顺。我根本就不恨你，毕竟我睚眦必报，你对我做的一切，我都已经报不回去了。乐姐，如今的处境都是我咎由自取，也是我一心攀图荣华富贵的报应。曾经你也是真心待我，是我对不住你。你对不住的是曾经满腔热血的自己。你虽然是孕妇，但挑唆你父亲杀人，视为同谋，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等等，还有什么事？你是不是总感觉自己曾经忘了什么事儿？你什么意思？去问问你妈妈吧。行了，我不欠你的了，你走吧。金老爷，您是长辈，我相信你，可你是怎么做的？经历的确是我允许回国的，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会伤害温氏的利益啊！是没想到，还是你纵容的结果？你自己心里清楚。史永忠，别说这么难听的。怎么难听了？温彻，当时出车祸，脑袋血破的是你女儿，差点救不回来的也是你女儿。开车撞人的是你儿子，注射病毒害死人的也是你儿子的谋划。金老爷子，你要贪污经历到什么时候？难道为了你心里那点愧疚，别人都该死吗？我也心思温丫头，可景玉是我生下唯一的儿子了。你放心，我会送他出国的，已经开始办手续了，我保证。7年前，你也是这样承诺的。京都，除了我爸，我和慕容把你当做最敬重的长辈，可您却次次让我们失望。您现在要做的，就是让经理伏法改造。
当年的当家，我已经抛弃他一次了，我实在是不忍心呀。一个错误需要多个错误来弥补，没什么好说的。金老爷子，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不想说什么，只希望你的小儿子别再做什么让你遗憾终生的事情。金叔，过度的袒护是害，不是爱。慕容文彻，我保证，经理这次不会再害咱了。不需要你的保证，我会带走宁宁。什么？我会让宁宁和金墨离婚，离开金家这个狼窝，不会再踏入金家。你怎么忍心再一次拆散两个孩子呢？拆散他们的不是您吗，金老爷子？你要保护你的儿子，我也要保护我的女儿，仅此而已。你跟两个孩子说了吗？我会告诉宁宁，至少苦了金墨。爷爷，慕容阿姨，温彻叔叔，金墨来了，叔叔好几年都没见你了，又长高了。是我不对，我跟宁宁结婚这么久了，都没有时间去看您和阿姨。金墨，你和宁宁离婚吧。慕容阿姨，这次又是因为什么理由？不是你的错，只是金家不适合宁宁。又是因为小叔吧？是阿姨对不起你。没关系，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爸妈，你们怎么来了？宁宁，跟妈妈回家。小妞，别看了。所以，你又再一次活下了经历，是吗？我有苦衷啊！爷爷，我不想关心你的心路历程。其实我爸妈的死亡不是意外，汽车的刹车片被人动过手脚。你说什么？你爸的死不是意外。爷爷，人不能用一个错误去弥补另一个错误。妈妈，我们是有什么急事要回家吗？宁宁，爸爸妈妈不做科研呢，我们一家人一起生活好吗？为什么呀？小妞，和爸妈一起生活不开心吗？开心啊！那静默呢？静默也一起吗？没有静默是吗？宁宁，有爸爸妈妈一起不好吗？哇，宁宁，和他在一起你会受伤的，妈妈也是为了你好。妈妈，我已经成年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自己知道。爸，你说我要去找静默。宁宁，看着我的眼睛。悠悠，这样真的好吗？不管他将来恨我也好，我只要他平安。
那快让我看看我的亲亲老公伤到哪了？伤到我的小心脏了。宁宁，我又再一次失去你。宁宁，我们已经买过机票了，明天就走。静默已经签过字了。你再好好想想。静默，你真的要背弃我们的诺言了？看够了吗？一辈子都看不够。那就看一辈子。静默，我不相信，我不信我们经历的一切只是报应，我必须问清楚。蓉蓉啊，这几天辛苦你了。蓉蓉啊，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这里？宁宁走了。走了。蓉蓉，你怎么又后悔了？我能拦住他的人，我能够拦住他的真心吗？儿女自有儿孙福。静默这孩子啊，我很早就看上了，能当我女婿啊，我满意的很。只希望经理永远别再回来。宁宁，一定是我太想宁宁了，居然出现了幻觉。静默，是我，不是幻觉。对不起，我又把你弄丢了。静默，我一直都在。我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了，我们回不去了。回得去，我不同意离婚，所以静默，离婚协议是无效的。真的吗？你还会爱我吗？爱，静默，你爱我吗？那就请金先生，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忘记我们的感情。因为我不同意离婚，所以静默，离婚协议是无效的。宁宁，清醒了。既然清醒了，那我就好好算算这笔账。怎么，现在可真是能耐了，连离婚协议都敢签了？我怕你受伤。我不怕受伤，就像我当初不怕你的流言蜚语一样，只要我做出了选择，我就不怕后悔。但是静默，我怕你离开我，我怕你因为外界的因素放弃我们的感情，除非不爱了，你休想摆脱我。好，以后要是再敢签这种东西，我就再也不理你了。好，我知道了，我再也不签了。而且，就算我妈让你签，你也不能签，知不知道？好。
想再抱一会儿。你收拾收拾东西，离开吧。又要抛弃我了是吧？你现在不适合待在华国。另外，你海外的公司，我将派人全部进，我会给你一笔钱，够你生活了。好啊，很好。我是不是还应该感谢你，没让我死在国外啊？我已经让人买好了机票，你今晚就走。这次也是因为温家那丫头吗？这跟别人没有关系，你自己做的恶事还少吗？是啊，我早就人不人鬼，你还假惺惺的护着我，还真是可笑啊！小心！别哭，这次你没事，真的好。快叫救护车啊！坚持住，没事的，警官，坚持住。娘娘，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啊？女儿，你别吓爸爸妈妈。青木被捅了好几刀，还伤得好重，怎么办啊？别担心，金峰他会没事的。是啊，宁宁，我们要相信医生。你怎么能持刀杀人？你这么干，那可是你的亲人。什么亲人？我哪有亲人？只不过是一群动不动就把我往外推的外人罢了。你就是个杀人犯！我早就是杀人犯了，反正也逃不了了。我就告诉你吧，当年二哥和二嫂就是我害死的。什么？其实我爸妈的死亡不是意外，汽车的刹车片被人动过手脚。你还真以为二哥是疲劳驾驶？二哥这么谨慎的人，怎么可能疲劳驾驶？是你动的手脚，是我动了二哥的刹车片，车才会失控，才会掉下大桥。那可是你的亲哥哥呀！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偏心，才会导致现在这个样子。你要是早点把公司给我，怎么可能会变成现在这个局面？你知道你二哥二嫂那天为什么出去吗？我才不会在意这些。他们是要去公司拿文件，要把公司交给你这个畜生！你可真会骗人！爸，我和微微去公司拿变更协议，
你先别和小丽说，给她一个惊喜。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肯定是骗我的，你根本就不愿意给我。我是不愿意给，还是你二哥求我，我才答应你，让你历练历练。都是我的错，这一切都是我的错。经理，从此以后你再也不是我的儿子了。家主，办案人员已经在门口了。押走吧。静默怎么样了？已经脱离危险了，只是因为失血过多，还在昏迷状态。林烨，造成这一切的都是我呀。家主，别说了，我老了，是时候找个地方隐退了。宁宁，你歇歇，妈替你守着。不用了，妈，我想多看看金木。这次你没事，真的好。这次，金木为什么要说这次？你是不是总感觉自己曾经忘了什么事儿？去问问你妈妈。妈，我是记忆出现了问题，是吗？没想到这一天还是来了，唯独是对静默的记忆。对，我想找回来。妈，你既然能帮我抹去，就能帮我恢复了，是不是？宁宁，不是妈不给你找回记忆，可是妈妈的老师已经去世了，我也无能为力。宁宁，我记得静默有写日记的习惯，那里可能有你们的回忆。在哪儿？我知道那小子当时在温家，就天天抱着一个带密码的盒子，还不让别人看。盒子？王妈，这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先生从来不让打开，就是让我来定期扫扫灰。爸妈，帮我照顾一下金默。密码是什么？难道是我的生日？今天有一个很温柔的阿姨，把我从金家带到一个漂亮的庄园。庄园里有个小妹妹，她很可爱，比我在橱窗里见过的洋娃娃都要可爱。她很热情地抱了我，可是我把她推开了，我太脏了，她应该不会伤心吧？妹妹好厉害啊，才13岁就会万语和乐器，而我只会写简单的文字，我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写。第一次开始讨厌，为什么我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正常长大？我会写她的名字了，温以宁，很美，很好听。今天做了一个弹弓，从前做过无数次，可是这一次，妹妹夸我，今天才知道妹妹患了一场严重的病。为什么？那么好的妹妹，老天爷真不公平。宁宁又长大1岁了，我也是，这是我陪她过的第2个生日，以后还有无数个，什么都没有了。怎么什么都没有了？
原来这就是妈妈怕我受伤，抹去记忆的真相，也是她远离我的真相。经墨醒了，阿姨，你终于醒了，以后好好的。经墨，宁宁，你吓死我！我以为你再也醒不了了。放心，阎王不敢收我，他知道有个小姑娘会哭鼻子的。没想到两个小苦瓜，终于苦尽甘来了。咱俩也打个小两口吧。好。经墨，我看到你写的日记。如果不是我发现，你还打算隐瞒我多久啊？我会永远保守这个秘密的。这对你来说不公平。公平？上天让我和你在一起，就是我最大的幸事。你不能那么自私，我有权利知道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那我的亲亲老婆要怎么办？那就罚你给我讲之前的事，罚你讲一辈子。好，宁宁，咱妈同意咱俩在一起了。那你可真够厉害的。当然，以我这惊人的外貌和正的发邪的人品，拿下咱妈轻轻松松。看来你恢复的挺快啊，都有精力开玩笑了。是啊，那老婆要不要试一下？哦，宁宁，让你贫嘴。宁宁喂的就是好吃，要是能用嘴喂就更好。能不能正经一点？好歹是个伤员吧。伤员没有特殊待遇吗？那你给我讲一讲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场景。那是2016年6月15号。记得还挺清楚。那我穿的什么衣服？梳的什么头发？粉色小短裙，你当时呢还散着头发，头顶上还有2个小揪揪，当时身高才到我这儿。哦，还有你当时那个身材呢还有点胖。记得这么清楚啊？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在那一天我遇到了最重要的人。那以后的每一天都会是重要的日子。